你知道吗？屏幕前的你是被什么力量指引到这里？天启时刻，你听见命运的敲门声了吗？为什么此刻是你在倾听这个影片？有缘人，这可是上天赐予的警示，你可千万不敢轻易忽视。当这个影片找到你时，说明你正被上天默默守护，这一瞬的停留可能会改变你余生的轨迹。是的，这不是偶然。有些事当它发生在你身上时，你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难以解释，但走过一段岁月之后，你或许会突然明白，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失业，那一次意料之外的分离，那些无端而来的低谷，其实是老天在救你。是的，你真的没看错。有时候命运以你最不能理解的方式替你避开一场看不见的暗涌，它不动声色，却深藏慈悲，只是它从不喧哗，只等你回头一望才发现，原来你一直被守护着。有些巧合其实是宇宙的悄悄提醒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本以为某条路能带你走向光明，结果却一头撞上了黑夜？你以为自己失败了，其实是命运在悄悄校正方向。你拼命追求的那个人，那份工作，那个名利场，为什么最后都走散了？因为他们不属于你的灵魂轨道。世界的运转从来不靠逻辑去推动，真正影响我们人生走势的是你当下的念头，你的心频率，你对世界的态度。当你一再固执于旧有思维，老天只好以撤除的方式帮你清场，让你有机会重新选择。而你之所以会点进这个影片，说到底也不是偶然。人生路上，你总会遇到一些人，一些话，一段内容，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，像是从看不见的地方伸来的一只手。你以为是点击习惯，但它其实早已安排好。就像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影片，也许就是你灵魂等了许久的提醒。有人说这是宇宙的召唤，有人称之为命运的引导，还有人把它当作一种灵性的唤醒。不论你相信什么，只要你曾经在深夜无声落泪，只要你曾感到孤单无依，内心摇摆，那你就能听得懂这份温柔的召唤。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？从小就对宇宙、星空、灵性、信仰感兴趣，总是对人间的纷扰敏感，却力不从心，总是在人群中看起来正常，但内心深处却有股莫名的孤独感。这些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多虑，而是灵魂在向你发出提醒。你也许不是一般的过客，而是觉醒者的一员。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并不是为了循规蹈矩地走完一生，他们背负着指引、唤醒和疗愈的使命，只是暂时遗忘了自己的身份。直到命运的某个按钮被按下，直到某次突如其来的觉悟，他们才突然意识到，我是该醒来了。过去的我们总以为修行是做功课求加持，以为香火越旺，仪式越多，
福报就越厚。可现在的世界已经变了，频率变了，维度变了，人心也变了。如果没有真正的觉知与内修，那些外在形式终究只是表面功夫。灵性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你在日常生活里能否带着一颗清明之心去对待自己，对待他人，在烦扰中守住自己的温柔，在迷茫时仍愿意相信光。你越真实，就越有力量，你越靠近内在，就越接近那个真正的家。也许你早已感觉到，这世间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。当然了，那不是天气的变化，也不是表面的动荡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、更微妙的频率转换，就像是一扇被层层封印的天门，在某个无人知晓的时刻，正在悄然开启。而你是否已经听到了召唤？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，可真正的天时从不靠运气，而是一种灵魂的契合。当天门敞开，那些真正准备好的人会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在共鸣，就像回响在血液深处的古老记忆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听见这声音，但如果你出现了以下这些征兆，请你千万别忽视，这或许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机。征兆一，你突然开始觉得旧生活不再适合自己。这种感觉不是厌倦，而是一种格格不入的清醒。以前热衷的事情，现在不再让你兴奋，以前放不下的人，现在也开始淡了。你发现，曾经努力融入的生活圈、价值观、节奏感，正在与你的内在拉开距离。这种变化不是逃避，而是蜕变。你不是厌世，你只是开始与自己的灵魂对齐。天门开启之前，灵魂总会先提醒你，该走了，该往上了。别留恋那些让你变得越来越麻木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已完成了陪伴你的使命。征兆二，你开始主动断舍离，不再强求。如果你开始主动清理空间，处理旧物，删掉无效的关系，放下得失心，那恭喜你，你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频率。真正的天门不会为负重前行的人敞开，它只迎接那些轻装而行的灵魂。你越放下，就越靠近源头；你越不执着，就越容易感受到高维的流动。放下不是放弃，而是给心声腾出位置。所有主动的舍，其实都是来自灵魂深处的选。征兆三，你的内在感知力越来越敏锐。你是否发现自己最近情绪更敏感了？看到一段文字会莫名流泪，听到一句话便心生震动，甚至有时能感知到某些事情即将发生。这不是多虑，而是觉醒的前兆。当意识频率提升，人的直觉会被重新唤醒，灵魂的天线会开始接收更多的信息。这种变化不一定华丽，但绝对真实。如果你开始对能量场有感应，对人心的真假有辨识力，那你就已经站在了天门的门槛上。征兆四，你开始渴望回归本真。以前总是想要证明自己，讨好别人，
或者追求一种外在成功的样子。而现在，你可能更愿意回到一个简单的自己，愿意安静下来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认真说话，不再虚伪，不再拧巴，不再硬撑。这种返璞归真的渴望，不是堕落，而是返原。天门不会为外在标签而敞开，它只认内在的真实。当你不再想成为谁，而是只愿意做回自己，你的灵性就已经开始对接天的意志了。征兆5，你越来越常听到召唤，可能是一句不经意的话，一个梦境，一篇文章，甚至是一种你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冲动。你知道，你该走一条不同的路了。你不知道尽头是什么，也无法用逻辑解释为什么现在非走不可，但那种非做不可的直觉如实如在。这是灵魂的召唤，不属于世俗层面的判断，而是来自更高频率的引导。听见了，就别装聋；感受到了，就别再装睡。因为天门只为那些听见了还愿意迈步的人而开。如果你已经感受到了那股推着你走的力量，别犹豫，那或许正是你等待已久的契机。抓住这5个征兆，不为别人，只为那个渴望飞升的你自己。你已升为，切忌回头。有人终其一生在迷宫中打转，用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，而你已撞破那堵透明的墙，发现世界原来无边无际。这觉醒的代价是撕裂的痛，但自由的馈赠是，你终于能以完整的自己拥抱不完美的生活。是的，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个时刻，会让你忽然意识到，你已经走过了一个临界点。那一刻，你像是从一个狭小的房间走到广阔的天地，空气都变得不同。你不再是昨天的你，不再是过去被束缚的自己。此刻，若你感到了不同，那是高维在提醒，别回头，你的未来在更高处，那里有更清澈的风，更真实的自己，和只属于你的辽阔人生。你已升为，切忌回头。它不是外界赋予的勋章，而是你一次次破碎之后的重组，是你在困境里终于不再依赖他人认可，重新找到了自身的根基。01，过去的循环已彻底落幕。人生如登山，每一步向上的跋涉都是与旧我的诀别。当你站在新的高度回望，才会惊觉，那些曾让你窒息的泥沼，早已化作脚下的风景。很多人都被困在循环里，反复讨好别人，却得不到真正的理解，一次次妥协，换来的是更深的压抑。在奔波中追逐别人设定的标准答案，却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心。你是否也曾为了别人眼中的好，一次次把真实的渴望藏起来？你是否也曾在关系里小心翼翼，把委屈当成理所当然的付出？你是否也曾盯着别人的速度，硬逼自己拼命往前跑？可你终究明白，那不是属于你的路。你生而有意，却在他人的眼光里把自己逼得低头匍匐。而升维的开始，
就是你终于停下来，不再追随他人的节奏，而是听见自己灵魂的低语。02，真正的觉醒往往诞生于痛。觉醒并不浪漫，它多半诞生在最痛的时刻，那是夜深人静的泪水，是被逼到角落的无力感，是一次次质疑自我的深渊。当外界的声音终于被关掉，你才第一次真切地问：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吗？那一刻，沉默的心开始震动，你忽然意识到，幸福不在外界的掌声里，而在内心的平静与完整。你发现，原来那些让你痛苦的伤口，正是你重新认领力量的入口。你看似被击倒，其实是被推着走向重生。03，升维之后，活得更清醒。当你走过了那个关口，你的人生开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。你会发现，别人的评价再也搅不乱你的心，因为你终于明白自己是谁。虚幻的目标再也勾不住你，因为你只想做真正让自己喜悦的事。他人的认可也不再是你的养分，因为你学会了从内心汲取安全感。你甚至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那些曾让你自卑的地方，如今你看见它的独特，就像星星有自己的轨迹。你的每一道伤痕，每一个缺点，都是你不可复制的印记。而真正的自由，正是从与自己和解开始的。04，学会把能量收回到自己身上。升维的人会主动把力量收回到自己身上。你不再执念于改变别人，而是学会照顾自己的节奏。你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外界，而是开始用每一个当下去成全自己。你会读一本让灵魂发光的书，学习一项滋养内心的技能，静下来独处，倾听身体与心的呼吸。而当你把心安顿好，生命自然会吸引来同频的人。正如花开无需言语，蝴蝶自来。05，升维的道路并不平坦。你可能会以为觉醒之后的人生就能顺风顺水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挑战依旧会来，困难依旧存在，只是你不再惧怕，因为你懂得，挫折是成长的契机，困境是磨刀石。那些曾经让你心碎的经历，如今成了你脚下的基石，让你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升维的人不再抱怨风雨，而是把风雨当作检验力量的时机。你终于敢于直面不确定，因为你的心已比从前更辽阔。06，前方的路只能往前。此刻的你站在新的起点，身后的一切已不再重要，过去的束缚，旧有的枷锁已失去了控制你的力量。未来的路依旧会有坎坷，但你已经具备了承受的勇气，因为你已升维，你的精神更富足，你的心更安稳，你的意识更自由。人生最好的状态，从来不是按照别人的期待活，而是活成自己最本真的模样。所以请记住，别回头了，大步向前吧。你已升维，天地更广阔，你的人生才刚刚真正开始。
凡是过往皆为序章，所有未来皆为可盼。当你穿过暴风雨，早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你只管坚定地向前走就好，去迎接那个更好的自己。未来3年，请做好这5个准备。当时代加速转向，每个人都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，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，实则波涛汹涌。唯有觉醒者才能在巨变中保持清明。我们正在亲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折，每个人都无从逃避这场大洗牌的洪流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每一颗灵魂都将被检验，每一个心念都将被放大。未来3年是回归内在、重塑根基的关键期。你是选择继续随波逐流，还是愿意归零重启，走上觉悟之路？这是一场关于心性、德行、使命、智慧与信念的全面考验。真正的赢家从不是走得最快的人，而是看得透、站得稳、守得住本心的人。那么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准备？5件事，你越早知道，越早做到，未来的路才不会走得那么艰难。01，安住内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当时界越嘈杂，能静下心的人就越稀有。太多人被短视频和热点话题牵着走，日复一日地把生命浪费在无意义的信息和情绪里。一个人的心若没有根，就像风中的浮萍，风一吹就飘走。未来3年不是拼背景的时代，也不是靠运气的时代，而是回归本真的时代。那些能沉下心来打磨自己、修炼内在的人，才有机会在这场转变中站稳脚跟，甚至脱颖而出。未来3年，真正的修行不是去山林隐居，而是在人间红尘中守住清明之心。当你开始学习不被外界情绪左右，不再为别人的评价而焦虑，不被短期利益诱惑，你才算是真正上道。不是去逃避生活，而是带着清醒去生活。真正的安住是一种觉悟，不是世界变慢了，而是你终于愿意停下脚步，看看自己走到哪里了。02，看清财富的真相，别再死磕赚钱。这几年，很多人陷入了焦虑性赚钱的陷阱，他们以为只有赚到足够的钱，才能拥有自由、幸福、安全感。可现实却一遍遍告诉我们，财富若没有德行做地基，迟早都会塌陷。看过太多人凭运气赚了一笔快钱，结果不到2年就折损殆尽。也见过不少人辛苦积累多年，最后败在看不清、守不住、放不下。未来的财富逻辑已悄然改变，不再是谁跑得快，而是谁稳得住。钱不是不重要，但若你只会追逐金钱而没有精神底气，终将被金钱反噬。财富是来助力使命的，而非掩盖空虚的。如果你能将心安顿好，把事做到极致，把人做到有德，自然有你应得的能量流向你。03，修好关系就是修好命运。
一个人是否顺遂，不在于他多能干，而在于他的关系系统是否健康。这里说的关系，不是应酬、攀附、利用，而是你有没有认真去经营与家人、朋友、同道之间的那份真诚和信任。未来3年，很多人要经历人际重组，有些人会悄悄离开你的世界，有些新的人会走入你的生命。这不是错，也不是巧合，而是你磁场的真实反馈。你当下所吸引和拥有的圈子，就是你自己能量状态的投射。想改变命运，先改变自己的言行与心态，从真实、善意、不抱怨开始，你的人缘就开始回暖，你的运气也开始回升。04，培养独立思考力，别被裹挟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做选择，实际上他们只是被推着走。他们的想法来自网络，意见来自别人，决定来自情绪，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力。这是危险的，尤其是在变化飞速的时代。一个被动的人，哪怕今天幸运，明天也难以为继。未来3年，你必须训练自己的辨识力，看新闻要有判断，看趋势要有立场，看人要有眼力，不要盲从流量，不要迷信权威，不要轻信表象。一个人一旦学会独立思考，他就拥有了自我定位的能力，不再随波逐流，也不再频繁踩坑，甚至在混乱中，他依旧知道要往哪里走，为什么走，怎么走。05，归零重启，回到你的初心。也许你已经走了很多弯路，犯了不少错误，累积了一堆焦虑与疲惫。没关系，最怕的不是错过，而是你不肯归零。归零不是放弃，而是勇敢地承认，过去的经验不再适用，过去的认知需要更新，过去的自己需要升维。未来3年是一次集体重启的机会，你愿意放下自以为是的经验，彻底更新自己的内核，哪怕走得慢一点，也能走得稳，走得远。什么才是你的初心？那件即便没有回报，也无怨无悔想去做的事，那份就算没有掌声，也愿意守护的信念，那种即便一个人也愿意默默践行的美好，这些才是你生命真正的底色。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，也不缺勤奋人，缺的是觉醒者。那些真正愿意从内在觉察、承担责任、自我提升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赢家。记住，我们都不是普通人，只是还没真正觉醒。如果你还愿意相信，就请继续走下去。很多人走到觉醒的边缘时会退缩，因为这条路没有掌声，没有鲜花，甚至还可能被误解。但请记住，真正的修行不在于形式的多，而在于你愿意为真理走多远。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修行，无需追随谁，也无需取悦谁，你只需保持真诚，守住善念，时常清理自己那颗被俗世尘封的心。当你开始静下来，开始看见真正的自己，你就已经在回家的路上。
也许你不记得自己曾在哪一世立下誓言，但老天记得。也许你觉得现在的你微不足道，但你灵魂深处那道光，正是这个时代最缺的东西。老天从不会大声告诉你你被选中，他只会在你一次次崩溃，一场场转折里，慢慢把你推向正确的方向。你能否看懂？愿不愿走？是你与他之间的秘密对话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如你感受到影片中的力量，请将这道光传递下去，让更多正在路上的人少一点迷茫，多一份坚定。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此刻最有感触的一句话，让我们在这红尘世界中彼此照见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